我向各位保证，绝对有西方极乐世界，不论它在哪里，它可能在天边，它可能在宇宙的任何一个地方。听着，它也有可能在我们这个菩提园的园地，它也有可能在你我们大家自己的心中，安心的念吧。欢迎收听菩提麻瓜，我是小编阿若，我是林世敏林老师。欢迎收听菩提麻瓜。本次的主题是万一没有西方极乐世界怎么办？那就是在这之前，我们其实第3集的时候，就 EP3 的时候有录过西方极乐世界，那集有针对就是初心者有比较初步完整的解释，所以这集会比较集中讨论在净土的概念上。那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概念在台湾或者说是亚洲吧，就是有可能汉语概念的人，其实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观念是很普遍的，就是会认为说好像人死后能去西方极乐世界最好，所以其实很多丧礼上面或是比如说告别式上面啊，就很多人会来一直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来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像我妈之前过世的时候也差不多是这样子，我也是被在那边念的被迫，对，对于那时候我来说是被迫，对，在那边念了6个小时的南无阿弥陀佛。对，我现在对于就是能去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概念其实还是有点模糊啦。好，那所以今天就来问老师说关于一些净土信仰的细节这样。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问老师说，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在西方？只有西方而已吗？ OK， 净土在什么地方？这个众生呢非常的关心。那我们在这边呢就要想到说，佛典里面呢净土不一定在西方，对不对？东方也有，北方、上方、下方，所以东南西北都有。在弥陀经里面就有讲到所谓的6方，有些经典呢它讲到10方那可是我们现在想想看呢，如果你真正的到了外太空呢，到很远很上面去的话，东西南北呢，你那时候你会发现呢，是人呢去设定呢划分出来的。你说这个方向是？比如举个例子吧，你现在就在我的前方呢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如果你的前面呢还有一个人的话，你会发现呢，你是在他的后方呢。所以前方跟后方呢，一定要2个呢东西，或是呢2个方向去做对比，然后才有所谓前后。同样的道理啦，左右啦、上下啦、东西南北啦，甚至你再扩充出去，东南西南啦、西北啦、东北啦，这弄起来的话，所谓的上下加起来10方呢，这都是呢一种方便的划分。因为众生比较执着，所以他常常会说呢，我要去净土，那个净土在什么地方？所以弥陀经非常的干脆，佛呢主动告诉我们，从是西方过10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。那就这样的话，众生非常的安心。其实他很多人没有去考虑到10万亿佛土，那到底是多远呢？什么叫一个佛土呢？一个佛土就是一个娑婆国土，娑婆世界，就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。我现在在讲是佛经里面用的这些名相那么简单这样说，大家会比较懂。一个佛所教化的范围，它的地区呢，这些呢，就是一个佛土。10万亿在上面的再加个10万。那不晓得多少了。一个国土呢，大概有100亿个太阳系，那10万亿，那不晓得有多少了。那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呢，并不是说那边就是宇宙的终点了。其实如果你把西方极乐世界当作是一点的话，在它的西方呢，还可以再过10万亿佛土呢，还有另外一个佛的世界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会了解了。对于净土的方向，其实真正的学佛人，他心里有数。问题不在那个西方，或是东方、南方、北方，而是在你刚提到的，到底有没有净土的存在，对不对？
那么第二个你要考虑的，我为什么要到净土去？那么第三要考虑到，我是要凭什么样的力量也好，方法也好，那佛典里面叫资粮呢？资粮就是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到台北，你可能要带点面包，带点水，要不然你中途可能饿了，可能渴死。你可能要有交通工具，你可能要有导航，要有人来带你。像这些东西呢，都涵盖在这个净土的范围里面。去净土要这么麻烦就对了。不是，因为它既然是学佛人的终极，可以说是终极。我们刚才谈到，其实不是终极，它只是终点站呐，就是接引我们去那边念书的一个终点，不是终了的终，是中间的那个终。终点。去那边念书了，去那边呢，好像一个车子在那边呢，再加点油，再打点气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还要再重新再出发。所以是去西方极乐世界，不是结束，是还要再这是往往很多人他们误解了，尤其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，他们以为说西方极乐就是老人他们死掉以后的安葬处，安葬了。对，是没错。那一点意识都没有，一点趣味都没有。其实不是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才是真正展开个人以后无穷尽人生旅途的规划。然后呢，你想要去度更多的人，你要满足你那以前所发的行愿，都能够透过到了净土去那边呢充实，去那边呢研究，去那边加强，去那边呢受到别人的鼓励，然后呢你可以一生一生的，一世一世的，那么凭着自己的毅力一点一点的来贯彻始终。可是如果去西方极乐世界是要充实自己，因为之前有讲过啦，第3集有讲过，就是去西方极乐世界其实是像是在读书一样。那如果去西方极乐世界充实完自己，就读完书，那之后嘞，他下一站要去哪里？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一所学校，阿弥陀佛是校长，那么观世音菩萨呢，他是教务主任，那个大势至菩萨呢，我们可以说他就是训导主任，来辅导我们的生活的因为呢，我们净土中来到中国以后，大家都认为说那像太阳起来，从东方起来，就像人诞生，然后呢，过了中午，就像呢我们过了60岁、50岁中年，最后呢就从西方掉下去，从此再也不见了。其实，在印度人他们起先他们的观念不是这样想的，因为这个太阳从东方起来，经过中午到了西方下去，然后明天早上它又从东方又起来了，这是生生不息的。我们呢，现在很多人把这个净土的观念只拿到了它的一半，认为说像太阳一掉，沉沦永远在黑暗之中。我认为说这样子的想法，这样子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刚刚开玩笑讲，就西方世界变成你的安葬的坟场。我认为说这样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如果你了解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它有9品莲花，那9品莲花以现在来讲就是能力分班了，佛是有教无类的。但是因为我们大家去的人，比如说有的人读过呢佛教好多的经典，有的人呢一本经典他都没有翻过，因为他可能他不识字，对不对？可真的信心够，他所做的善行也够，对不对？那佛就有发那样的愿力。有的人很会布施的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但他的布施很好，而且呢方法也对，我要度他来。有的人很会忍辱，受尽了人间很多的屈辱，他呢都能够忍受，这种人也是可造之材。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他那边呢有莲花，这些莲花是凭什么东西去分发？好像我们大专联考分发，有没有？去的那边呢说比较好优越的成绩的人，他就上品上升；有的比较差一点，那些坏蛋，可能到临命终的时候，突然间呢反然那个改悟，他就呢改正了，他呢
佛这种人呢，也有发心呢，发愿要去度他。那么这些我刚刚讲的能力分班，凭什么东西去能力分班呢？如果以佛教来讲呢，就是所谓的六度，布施啊、忍辱啊、精进啊、持戒啊、禅定啊，还有呢般若。这个就像我们现在在台湾，包括我都参加过台湾的大专联考。大专联考它有6科，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呢，跟我们大专联考为什么很像呢？这6度、这6科我刚念的，你不能有1科0分，那1科0分你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好严格哦。但是你这中间呢可以消长，你这一科好，比如你很会禅定，定力很好，不容易受蛊惑，你可能智慧很高，对不对？你听经闻法一听就懂，可能忍辱很好，你能够忍受很多的悲苦，很多的屈辱，你来学佛可能容易就有成。所以呢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看起来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来西方，其实这里面是有筛选的。譬如说你的信心不够，你根本不相信说有台北，你会去台北吗？不会，对不对？你还有你自己的能力，你的能力不够。比如说我认为说，哎呦，那么远的路我怎么能走得到呢？像这样的人他也不会想到要去台北。那信心很坚定，那么呢能力自己很肯定自己，又肯努力，对不对？这样子的人，他呢一步一步的在像阿弥陀佛们的接引，就有那个好的导游。我们现在就用那个手机的那个导航啦，慢慢的，就有一天能够实现你到达台北的这种愿望了。好，那下一站会去哪里？就是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充实完之后，下一站会去哪里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佛典上讲，诸善人聚会一处，都是好朋友啦。这些好朋友不会霸凌你，这些好朋友都是相互鼓励的。我跟你讲，佛跟佛之间呢，不会互相好像嫉妒。你看呢，阿弥陀佛他们这个在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么释迦佛呢，他要介绍我们众生到西方，他在讲这个经的时候，上方世界、下方世界、东方、南方、北方、西方，所有宇宙间所有的佛净土，这些佛呢，全部呢都一样发出同声赞叹呢，说大家呢要相信释迦佛所讲的，他所介绍的西方极乐净土是真的，他所介绍的念佛法门，大家一定要遵循这样去做，互相赞叹，台湾话阿乐，也是赞叹，夸奖，对不对？那不像我们世间人，我们现在学佛人，现在大家学佛，如果看他的功力比较强一点，功力有时候我们要解的功力是不是那个功利思想的功力，是力量的力啦，是他的功夫啦。下的好像很好，好像他会比我早成佛，那我不是太没有面子了吗？真这个，我跟你讲，在佛教界里面修行，老师永远都很赞叹、欢喜、鼓励他的徒弟能够有所成就。为什么？自己的徒弟有成就成佛了，你还会下地狱吗？那徒弟绝对要来度你的。所以我看到很多学生呢，他们呢个个有成就，我心里就想我林世明安啦，就怎么样？我觉得呢，我等于买了1000张、10000张，我们这菩提园有好几万个学生来过，我等于买了呢好几万张终身的宝藏，我非常的欢喜，非常赞叹。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一旦所有的课程研读完毕，那就是像一所师范大学。你知道我们台湾的师范大学，你所有的学分都修行，都呢修学完毕了，怎么样？下去实习。以前师范学校有没有？师范学校学生、师范大学的学生、师专的学生，都要到各个学校呢去实习。到了西方大学呢，你毕业了以后，你自己填志愿，你不一定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，
你有时候因为从事西方过10万亿佛土才到西方，这中间不晓得有多少的，那数不清啊。那些呢佛的世界，你可以发愿去那边，可能那里面有你以前的小情人，你跟他以前呢，没有办法修成正果，你现在我要去度他，你可以去。这是其他的人间的感觉吗？对，那像我的，而且我妈在世的时候，我常常忤逆她。虽然她走了以后，我常掉眼泪，怀念她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这是在想，我妈在哪里？如果她呢还没有成佛的话，我也要去的那个地方跟她一起学习，甚至于我去度她。像这种，你就发愿可以到整个宇宙无穷尽的世界，再继续完成你的所谓的菩萨的事业。所以你在我那个课厅里面就叫说呢，菩萨为了实现，为了报偿他以前所发过无尽止那种心愿，所以呢坦荡荡、浩浩荡荡怎么样踏上前程？那什么意思？一点都不会萎缩的，不会说我去度众生那好辛苦，不会浩浩荡荡就怎么样，精神饱满，还唱着那种所谓的军歌了。就我现在呢要去当菩萨，我要去度众生，而且生生世世永不疲厌。这是从西方大学毕业以后，我跟你讲，以后的工作不会叫你无聊，以后的工作还充满了很多的挑战。当然你会认识很多跟你有缘的人，你会结交更多的佛跟菩萨，那这种生命之旅啊，充满了无限的光彩，充满了无限的希望。我好期待，我非常的向往。听起来非常壮阔。事实上也是如此。 OK， 好，所以我们大概知道，如果去那边毕业之后可以再回到人间界，就是那所以你要去哪里？所以我要去哪里？对，你自己发愿的。他不会给你分发，那时候你可以随心所欲，你想去哪里度众生，你想我是一个凡夫了，我现在可以来这边呢接受我们菩提麻瓜的访谈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明天呢要去台东，对不对？我就去台东那边呢，可能去那边讲个经，对不对？后天这个12月的时候，我可能呢到某一个南弱了，或哪里呢也去那边呢，其实参加他们的座谈，或是呢去演讲，这个都是我自己选择的。人家要我去，我如果认为说我的能力不够，或是我的机缘不够，我可以拒绝，就是我可以，但是我可以选择我想去哪里。像我过去在生命电视台啊，在我们这个十方的这个卫星的电台，到台南德化堂，对不对？都是呢他们来跟我接洽，那我自己去评估，我认为我可以胜任，我认为说我可能跟他们那边的人比较有缘，所以我就欣然答应。同样的，你从西方大学毕业以后，你要到哪里去任教，你要到哪里去弘法利生，悉由尊便，你自己做主，自己决定要去哪里就对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些净土的概念好了。就是刚才老师也有讲到说，净土并不是只有西方极乐世界嘛，那就是有十方的净土嘛。那有几个除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外比较有名的几个净土，大致上有比如说最基本的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嘛，再来就是药师佛的净琉璃净土，还有不动佛的妙喜净土。有些比较好奇的是，这些净土跟西方极乐世界除了主人不一样，有什么不同？对，除了创造这些净土的佛不一样以外，还有什么不同吗？ OK， 你看我们在学校里面这些中学就好了，或是大学里面的系也有体育系，对不对？那么呢也有艺术的艺术学院，对，你可以去科学的什么东西。因为我们现在呢知道一个人格，一个学生人格的养成是多方面的，是同样的道理。你从这个教育里面你可以看出它有很多的强调的地方，就是按照那个学生的素质呢，有的人他们的知识比较偏向譬如说打拳击的，对不对？那有的是适合跳高的，那有的人是游泳的。同样的，所有的净土呢，它呢都针对的众生的不同的根基，你先来我这边，对不对？从这里呢入手，那么呢刚讲到6度，不是永远叫你
只修布施，这是必修。但是其他的，你在这几年里面，你也是要完成这些东西。不过它时间上有前后哦。比如说有些小孩子，你要教他数学，天资好的一下子就代数了。有啊，我同学的孙子很厉害，小学3年级已经读高1了。程度这么好？对，现在在北一女2个都是科学班的。那我呢？我小时候呢，念到了2年级，我1、2、3、4还不会算，是到了第11我就不会算了。我妈赶快呢叫我要算我的脚，我才有办法第11算到20，我又不会了。我妈妈把10只手指头又借给我，那么呢10个30以后，30又不会，她的2只脚又来了。要几只手跟几只脚？阿弥陀佛，这些净土的教因材施教，是他呢在众生最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，他们呢伸出了援手，而且有很多的不退转的那些呢好朋友菩萨怎么样？他们当助教。在美国，在国外的话，助教很重要的。教授只是咱们哒讲完以后，他就下课，他就走了。你有什么问题，你就要跟你的助教去讨论了。我知道，在我孩子以前他们这样，助教时呢不能讲说他们虚晃一招了，他们这样的当讲了以后，那你讲得很快，你有时候呢在某一个环节你可能没有办法知道，那就要跟他们讨论。在所有的净土里面，最不缺的这些助教。所有的菩萨，对不对？那些不退转的阿罗汉呢，全部都是你的助教的。这些人呢，都是有成的，因为阿罗汉叫做无生了，他们不需要有生死轮回了，表示他们在道业上已经到达了某些成就了。他们又叫做杀贼，那个贼就是烦恼了。说阿罗汉这种呢，都已经把那个烦恼呢，都已经给断掉了，所以他可以教我们很多东西。我们也可以以他当做我们的同窗道友。把净土世界比喻成一个学校的话，就是他们每个学校擅长的科目、擅长的项目不太一样。有很多的细琐。了解一下，就是净琉璃净土嘛。因为净琉璃净土有个说法，就是说，就跟西方极乐世界很像。西方极乐世界是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前往西方极乐世界，然后我是看到有个说法是说，念药师佛的名号就可以前往净琉璃净土，这是差不多的操作吗？这个答案你自己也讲了，既然差不多了，你如果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的清楚、简单明了，同理可知，是那个东方琉璃光如来世界，一定我在猜了，体弱多病，对不对？或是怀抱着想要悬浮济世，懂吗？这样他招收这样的一个学生呢，外表上看起来好像呢那个名称不同，教主也不同了，对。可是几年下来，他们修习的内容，你突然间发现都完全的一样的。我们现在在地球上，我们常讲说，修行哪一宗会比较早成佛了。其实学佛学久了以后，你会发现那叫胡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典上，尤其在《百喻经》里面有做这样的比喻。他说有一个地方呢，它那个地下水有毒，那么呢，从这个地方要到干净的那个水源的地方呢，要跑81公里才能去挑水回来。那么很多人呢，为了活命呢，就挑到最有的人干脆吸也因为81公里那简直
太累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时候那个乡长看到有很多人呢，没有耐心，没有毅力，那就死在中途，有的根本在家里就死在家里了，或者那个有毒的水死。所以那个村长啊，他就呢把那个他们那马路上本来写着81公里呢，他就把它倒过来变成18，就18公里，你知道吗？那大家一看，哎，现在好像18公里呢，哎，就有那个干净的水可以盛啊，所以大家呢又鼓起勇气又去了。其实每一个人以前走的人跟后来走的人，他们的距离是一样的，只是那个牌有没有？那个标示牌81，他把它弄成了18。如果我的话，我都改成了1.8，更短。那大家又想去了。那如果再有人的话，改成0.018，那可能呢更多人啊都一掏钱娘了。又回到你的前面的问题，东方西方，无论哪一方的净土，要去的条件都是一样的，只有加重分数。什么意思？要去体育的人加重体育的分数，要去数学的人加重数学的分数，总分它是不变的。你总分太差，你根本你想去也没得去，你填完了志愿你也没得去了。所以你了解到这里，我们在娑婆世界，佛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一个菩萨所修的6种课程，就我刚刚讲的，用闽南话讲我比较顺了。布施、忍辱、禅定、精进、七戒、八戒，这6个学分，那涵盖起来，不就仁义礼智信吗？对不对？就是一个人在世间做好人的基本呢，就在这个地方了。因为我们上一集是录开正法师，然后因为我之前在做资料的时候，有看到圣严法师他缅怀了开正法师，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，然后他就说开正法师他的那个心愿不是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，他其实是要去东方净琉璃净土。对，老师知道为什么吗？我跟开正上人呢，真的相处近50年，真的。所以呢，我刚刚不是开玩笑讲了吗？体弱多病的人呢，他们就想，我到药师如来那边，对不对？我去研究这些药草，我自己也可以去那边调养我的身心。这是医学系吗？对，是这样没有错。我将来我可以悬浮来济世。开正上人除了他自己，我刚刚讲的是我的揣测。开正法师活到快80岁，他一点都没有什么体弱多病。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呢，还身若红钟呢，他也是中庆始祖的人呐。但是呢，我这样想呢，像有些大德高僧，他们不要去西方，因为西方名气太大了。是没错，你名气很大。众生忘掉了，还有一个东方琉璃光净土，说明他们就发愿要去那个地方。像过去的那个什么惠山啊，杨惠山，他就是呢用那个琉璃，有没有琉璃光呢？去塑造琉璃光如来，塑造那个观世音，他塑造那个琉璃光如来，就药师如来，是用他们独特发明的那种呢，琉璃啊，那真的通彻，全体通彻非常的漂亮。那我看到了佛光山那边写着一个，他说这可能是地球上有史以来第一尊能够真正展现琉璃光如来呢，通彻灿烂辉煌洁净的一尊我看了非常感动，眼泪都掉下来，觉得真的了解，这是他的发心。他透过他那尊艺术不朽的杰作，可以让药师如来，让东方净土会永远的在地球56亿7千万年以后才会灭亡这灭亡以前能够常住世间，能够让我们去缅怀，让我们常去想念到，除了西方还有东方，当然了，还有其他很多的方呢。有人问说，你为什么相信这些？这种还要去想。你这样子想一下，屏东县归来的地方，有一处菩提园，这也是净土，你忘了吗？
我们这里啊，就是我们讲这里了。我们的菩提园在屏东的归来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创建的人，他不是阿弥陀，也不是药师如来，是一个凡夫俗子。记住哦，凡夫俗子像林老师这样子，也可以建一个地方，在过去让几万个学生来喝茶吃饭，对不对？可以让大家来谈佛法，那么大家来这边呢，互相鼓励，互相来鞭策。像过去几十万劫来，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10劫了，10劫以前的阿弥陀，他当然就一定会有所成就了。我们今天慢慢的，对不对？多来学释迦佛，就在人间，你可以成立人间的净土。大家要晓得了，西方的净土跟那个琉璃光的净土，跟我们地球上的佛光净土、佛光山的佛光净土，你跟那个法鼓山的法鼓净土，跟我每一次进到那个慈济那个大的那个庄严的殿堂的时候，那个慈济的净土都是完全一样的。你只要有修行，你只要没有嫉妒，没有比较，你踩在他们的土地上，你就会生出了无尽的那种慈悲、平等、柔和那样的心出来。对于创建这样净土的人，就无限的敬仰，无限的那样的一种的憧憬，然后发出说，我将来如果真正学佛有成，我也要创建，就在人间，不要说以后我要在宇宙间，太慢了。譬如说你是郭台铭，你是呢台积电的张忠谋，对不对？你想看，你可不可以在台北市，你可不可以在高雄，在屏东，你创立一个像图书馆一样的，让很多学佛的人可以来喝茶，可以来谈论佛法呢？你可以创建这样的一个净土，不收费的，不要钱的，就像我们当年的菩提园一样。这题外话，勉励很多的人还没有去西方极乐世界以前，先发个心，先在人间创立净土。我们好多学生哦，他们呢都写信给我，说将来林老师，我将来哦，只要我有钱了，我一定要创立一个小菩提园，也来接引很多学生。到现在还没有人创建，因为我问他说为什么还没有建，他说我还没有赚够啊。我说只要我有钱，我现在还没有钱了。这开玩笑，也是我常常喜欢挖苦他们说，等到你有钱的时候，来不及啦，来不及，真的来不及了啊！因为净土宗就是净土信仰嘛。刚才老师有讲到，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念阿弥陀佛嘛。你一直念阿弥陀佛，你就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。那如果应该说这种做法是真的能够提升自己的，比如说修为吗，或者自己的智慧吗？好，因为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你要注意到那南无那2个字，皈依，以他做老师，皈依，依靠，对不对？投靠依止他。那么阿弥陀的意思，印度话阿弥陀的意思就是无量的光明跟无量的寿命。弥陀经也这样讲呢，他的光明呢照十方国无所障碍，他的寿命呢，他是呢无量无边的阿坚基甲，他就是数不清的几千万亿劫的那种寿命。为什么要强调这2个？你知道吗？在过去那个曹丕啊，在典论论文就讲到了，人寿有时而尽，这就是众生的不喜欢的。譬如说呢，我们跟我们自己所亲爱的人都希望能够永远的在一起，可是有一天总要别离，这是众生的无奈跟悲哀。所以阿弥陀这里面有无限的寿命的含义，正因为这什么满足众生的希望了跟愿望，众生都想不死。我们以前不是讲过了吗？宗教的最重要成立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众生怕死。这是一个。第2个，无限的光明。众生为什么像现在诈骗师那个集团一大堆？为什么很多人遭受了这个欺骗，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骗，还骗不醒呢？太呆了，没有智慧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阿弥陀强调了智慧，有了智慧，多少烦恼多少困难都能迎刃而解。有了寿命，你的努力不会白费，你的努力不会中途而废。所以呢，阿弥陀给众生这2个保证承诺，
你追随我来学，我给你寿命的无穷尽，我给你智慧的通彻无碍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有这两种保证，你才能真正的发扬你生命的光辉，你才能够去贯彻你人生的理想。如果这两样失去一样，你所有的一切的努力，终结到最后都是呢变成泡影，都不会存在。可是会不会只有些净土信仰的人就只念南无阿弥陀佛，然后没有去了解？这就是佛教的意思。佛教在近世纪来，在清末民初以来衰微的原因。你说只念这一句？对，因为有的人太爱阿弥陀佛了，太爱净土思想了，太爱净土宗了，太爱西方极乐世界了。那未来因为那时候教育程度比较低，比如那以前的话，可能80%的人是文盲，你给他讲什么东西他们不懂。在日本也是一样，那个法然上人，对不对？他就是要，因为日本过去也是跟台湾一样了，跟中国一样了，历经那个战国时代，这民不聊生了，所以他常想说，要有什么样的法门能够很简单的，能够让众生得到安慰，让他能够得救。他们最后也是变成了净土，他们所谓的净土真宗了。比我们这个净土宗更简单了。多简单！你念你都不要念，因为阿弥陀佛是你爸爸，爸爸爱小孩。不，爸爸爱小孩，小孩子不一定爱爸爸。那这样子，当然我也给他批判过，我对他们不太了解。老实讲起来，我是不应该这样做的。但是因为有人来跟我传教，他谈到这些，我认为不太妥不太妥。他们比一个喻更好。他说我们台湾现在流行的净土宗啊，就像那个小猴子抱着母猴。你知道吗？抱着它，那么猴子呢就会在危险的时候就把它呢跳到树上，或者呢能够呢得救，得救的观念呢。他说他们这个真宗他不要，他像那个小猫咪，那母猫是叼着它走的，猫呢它什么都不要做，猫只要是就是放松放轻松，那么呢母猫就把它叼着以后就砰就得救了。那时候我同学来跟我讲这，我有一点火大，所以那时候我记得了。那时候我还跟他讲说，我说释迦佛的本意绝对不要你去当那个没出息的小猫，摆烂的人，对不对？那最少你呢也要减轻妈妈的负担。那母猫叼着小猫，它多累呀，对不对？我们这小猴子呢抱在妈妈的身上，对不对？那让妈妈呢也好办事，她能够呢要救你的话，也能够比较方便一点呢。同样的，我们要让弥陀来救我们的时候，你就耍在那个地方不好。弥陀的太空船来了，你好歹也自己用走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干嘛人家用那个轿子来给你抬上去？类似像这是开玩笑讲的。所以我们刚刚讲过了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像大专联考的6个科目，有没有那个6度？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的6个必要考试的学分。这6个学分没有正式的这样的给你考，但是呢，你自己要记住这些的福德因缘。弥陀经虽然那样的慈悲，他也讲到呀，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，得生彼国。不能够凭着你那小小的福、小小的德、那种小小的善根这样的条件，你就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到那样的像国立台湾大学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凭着数学考7分，国文2分，那么英文呢1分，你这怎么能够到？你上了台大，你照样不能毕业。有很多啊。像我过去念政大的时候，我班就有很多人毕不了业啊，因为他逻辑，比如说他脑筋稍微差一点，他逻辑他修了3次，他没有办法及格，他就退学了，对不对？那有的人英文不行，同样读3年以后他也退学了。所以我们希望在台湾乃至于全世界的净土中，不要辜负弥陀他建立净土中的这样的一种愿望，要培育很多的原本
原本自己修行没有办法成就的，来我这边念书，透过我很多的佛菩萨的家教，他们的助教，他课后还有补习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能够充实，能够完成学业，然后展开你的弘法利生之旅，能够贯彻每一个佛教徒要想拯尽天下苍生的这样的愿望，是透过净土的进修跟充实才能够完成。凭着自学自立，像我都是自己以为说自己很厉害，凭着自学这门自修，也没有什么大成就了。注意到一点，学佛尤其是学净土中的，乖乖的脚踏实地，好好的做人，就是我第一次去亲近那个李炳南老师所讲的敦伦尽分，伦就是累了，尽到做人的责任了。这点很重要。你做妻子的做妻子的责任，你做儿子的好好的尽儿子的责任，在这个人间扮好了很好的角色，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定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。我对净土有信心啊！我知道弥陀在我临命终时一定会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创办菩提园的时候，我跟义祖也发了一个小愿，所有的学生如果真正，那时候是开玩笑跟他们讲的，说如果你们真正的快出了什么什么病了什么快走的时候，只要打个电话，我跟义祖要过去给你念佛。真的那时候开玩笑，没想到他们真的满了我的愿，是他们自己不争气，有的出车祸，有的得了 cancer， 那么到最后我跟义祖呢，有的到太平间呢，有的到病房去给他呢鼓励，给他念佛，让他们最后的时候可能得到无比的一种安慰。我常常这样想，我们只是生死的凡夫了，我们对学生所发出的这样子的一种承诺，我们在这一辈子的话，只要我们能做到，我们一定会感到弥陀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，成佛以来至今10劫的大觉者，他所发的愿力还用得着我们去怀疑吗？他所发的愿力还能够说做不到吗？你说你凭什么这样讲？因为佛所说的佛法一直到今天，科学我讲过很多次了，科学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反驳佛教在哪一点他讲错了。如果在座听众朋友能够说呢，佛教在哪里讲错了，我林世明佛教我就不信了。开玩笑的也讲得轻松一点。好，老师，那我最后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没有西方极乐世界该怎么办？净土中呢，可以说呢，在中国或是在日本呢，那么在台湾呢，都算是主流了。尤其从那个晚清呢，到民国到现在来啊，那么净土中如果是假的，什么意思？根本没有阿弥陀佛，没有极乐世界，也没有极乐世界。那么多人在念佛，那不就白念了吗？不是叫他们呢失望透顶了吗？关于这个问题呢，大家可以这样想：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呢，最可怜的人呢，不是被宗教欺骗的人，而是他活在这个世上呢，怕死，而根本呢不存有任何的希望。他觉得他的人生呢没有明天。我觉得这样的人呢比较可怜。我爸爸来讲，我爸爸一生呢不信佛，但是他最后的时候因为得了癌症了，所以呢他最后呢也接受了净土中的信仰。然后以我爸爸来讲，他最后呢信仰呢是非常的虔诚的。以我来讲，我根本不在乎我爸爸有没有去西方极乐世界，我着重的是我父亲呢，在他最后生命的那1-2个月的时候，对于宗教的虔诚，他对于弥陀信仰的那种坚持，他一心一意念佛就想要往生的这样子的一种的执着，我认为带给他力量，带给他希望。如果净土中他是假的，对我父亲他又有什么损失呢？大家有没有去想到这里呢？再说弥陀他是佛，佛具有无尽的智慧，佛具有无尽的慈悲，要不然他怎么能够去建设西方净土？他又如何来接引众生呢？所以我们跟阿弥陀佛学，
因为我们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，那南无2个字就是向他学习，以他做我们的老师，我依靠他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念佛人几十年来依靠阿弥陀佛，以阿弥陀佛做老师，向阿弥陀佛来学习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已经学了多少？我们在知识、学问、人间的智慧方面，我们学了很多。这种呢，套用佛家的话来讲，福不唐捐，这些福报、这些功德都不会呢轻易的流失掉的。所以呢，念佛人尽管安心的去念吧，因为阿弥陀佛，我们加上南无2个字，就是表示我们向佛来学习，我们慢慢的学习，慢慢的进步，有一天我们就会跟阿弥陀佛一样。万一没有阿弥陀佛，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因为透过念佛的关系，越来越慈悲，越来越有学问。如此说起来，我们在今生今世又有什么样的损失呢？我们学到佛的清凉自在，我们学到佛的慈悲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辈子比同样活在世上的人更有希望，更有活力，更为自在快乐。所以我认为，就算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大家也尽管安心的去念。最后一句我要告诉大家，我向各位保证，绝对有西方极乐世界，不论它在哪里，它可能在天边，它可能在海角，它可能在宇宙的任何一个地方。听着，它也有可能在我们这个菩提园的园地，它也有可能在你我们大家自己的心中。安心的念吧，阿弥陀佛绝对存在你的心中，西方极乐世界时间一到就会显现在你的前面。祝福大家，谢谢。哇，好慷慨激昂啊，好振奋人心啊。OK， 好，谢谢，好啦，谢谢大家希望听到这里有一些自己的那个见解跟想法了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这集就录到这里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再见。拜拜。再见，拜拜。